这是一场挑选天才的测试，考场里最差的孩子都是全国奥数第1名。测试结束后，监考老师当场阅卷，随后宣布进入下场测试的名单。Raynard Muldoon. Wait, what? That's it? That's it? 吃过午饭后，雷尼来参加第2场考试。这是一个蓝头发的女生不小心将铅笔丢进下水道，周围同学一脸惊恐地逃开。因为这场测试规定每人只能带1根铅笔，多带少带都会失去资格。看来女生只能卷铺盖回家了。但聪明的莫顿却想到了解决办法，能让2人都参加测试。I mean, they assured me there'd be a sharpener inside. 第2场测试比第1场更加严格，连说话都按作弊处理，一经发现就罚出考场。Was I not clear about the talking? Oh, I just groaned. Well, now you've spoken again. You are excused. 只是哼了一下就被罚出考场，瞬间把孩子们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了。随后监考老师宣布测试规则：1把名字写到考卷上，2仔细阅读所有问题和答案，3圈出正确答案，4把考卷交给他。想要通过测试，就要答对所有的问题。随着监考老师的一声令下，第2场测试正式开始。可紧接着就有考生哭着跑出考场，因为卷纸上的题实在太难了，每道题都极其的偏门，根本不可能答得出来。在其他人一道题都没做出来时，蓝头发女生却答完了所有题，并且将答案丢在雷尼脚下，报答他刚才的帮助。可正直的雷尼却一脚将答案踢开，他要靠自己通过测试。随后雷尼开始仔细阅读考卷所有的问题和答案，这时他惊讶地发现答案全在问题里面。而开始前监考老师说的规则就是对他们的提示，最终只有雷尼发现了这个问题，整个考场也只有他通过了测试。 Best of luck, kid. 不久，一个黑人男孩推门进来，他是另一个考场的通过者。2人交流后，惊讶发现进考场前他们都遇到了那个蓝头发女孩，并且都选择帮助了她，随后都收到了她的答案。看来这也是测试的一部分。这时突然跑进来一个女孩，吓得小黑从桌子上跌落下来。这个活泼的女孩名叫凯特，同样也是测试的通过者。不久后又进来2人，至此通过测试的5人集合完毕。他们将进行第3场测试，这是一场特殊的测试，穿过这个房间，但不能踩到正方形黑白砖。女孩只是稍微观察了一下，就自信地说出了答案。 No. What do you mean by no? The task is impossible. It can't be done. The test is an attempt to trick us. So my answer is no. You may go home now. What? You may go. 剩下的4人各显神通，都找到了通过测试的方法。凯特掏出绳子，甩出套在对面的门把手上，然后悬空走到对面。大壮则依靠身体素质通过，简单粗暴地蹦到了对面。小黑的方法则很简单，既然不让走，我就拄着过去。可令人没想到的是，雷尼竟直接走了过去。原来根据他的观察，地砖的长度都大于宽度，所以它们不是正方形，而是长方形。而规则说的是不能踩到正方形黑白砖，所以怎么走都没事。通过测试的4人被大胡子带到一栋别墅面前，他们将在这里进行最后的测试。 Hello, children. Wanda? 朗达告诉几人这关的规则，他们要在5分钟内穿过迷宫，然后爬上楼梯，敲响上面的铃铛。不过他们只接受最先敲响铃铛的3个人。随后朗达将几人分别带到不同的房间。随着铃声的响起，第4场测试正式开始。雷尼发现每扇门上都标有箭头，但似乎没有什么规律可言。就在这时，他想起了朗达的话 You should be able to do this with your eyes closed. Braille. 而从不走寻常路的凯特则用扳手打开通风管道，直接越过迷宫爬向终点。而小黑则采取最原始的办法，一条路一条路的试错，凭借其强大的记忆力，总能找到正确的道路。而头脑简单的大壮则悄悄尾随小黑，在他走出迷宫的一刹那，跑上前将他撞倒，抢先一步跑上了楼梯。而雷尼听到动静走过来查看，关心地询问起小黑的状况。可小黑让雷尼先走，还有15秒就到时间了。但雷尼本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执意带着小黑一起抵达终点。 5 minutes, 10 seconds. 现在只有大壮在规定时间敲响了铃铛。凯特虽然最先到达，但他却不愿敲铃。 I thought I'd wait to ring it with you two. 紧接着3人走上前，共同将铃铛敲响。随后老师宣布测试结束，大壮被淘汰回家。 What? No, but you said the first 3. Yes, and these were the first 3 to ring the bell. Unless you rang it with 2 others? Well, this isn't fair. I don't disagree. 最终团结友爱的3人通过了测试。随后老师带着3人来见这场测试的举办者，当代最杰出的科学家本尼迪特先生。不过除了他们3人之外，还有第4的通过者康斯坦斯康泰尔，只不过他的通过方式有些与众不同，他没有遵守任何测试的要求。
全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可正是这种不走寻常路的性格，吸引了本尼迪特的注意，于是让他也通过了测试。人到齐后，本尼迪特将他们带到一间密室。经过他夜以继日的调查，发现有人正在以媒体为媒介，妄图操控民众的意志。通过追踪，发现信号源来自一所学校，而找到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以学生的身份调查出这所学校的幕后负责人，破坏发送消息的发射器。这是一场特殊的测试，通过测试的4个孩子将被派往一座建在岛屿上的学校，调查出企图破坏世界的幕后黑手。这期间，他们会通过手电发送摩斯密码传递信息。于是4人组开始练习摩斯密码。 Quick brown fox jumps over the lazy frog. That's good, but it's usually a dog, right?
and sticky Washington. 虽然有些意外，但这原本就是他们的计划。随后，学校的裁缝为两人量身定制信使的服装，随后由校长亲自为两人戴上绶带，标志着他们正式成为信使。与此同时，教授也将信息传递过来，在铜波浪和钟声之间，使用新闻移走柯林斯国王的烦恼源头。铜波浪应该指的是北校区的那个雕像，而移走柯林斯国王的烦恼源头，则和古希腊神话有关。柯林斯国王被众神惩罚，把一块巨石一次又一次地推上山顶，所以是暗示他们要找一块巨石。可钟声和新闻又指什么呢？这时，两名学长过来询问他们是否看到昨晚对岸闪烁灯光，看来是传递信息时被发现了。于是雷尼他们赶忙将这一情况告知教授，看来他们要换一种联系方式了。教授打算训练一只隼，由他充当两边的信使，只是训练过程不太顺利。与此同时，学长找到雷尼和小黑，他们有信使任务。路上，他们被要求戴上护目镜，顿时眼睛就什么都看不到了。等摘下护目镜时，他们已经来到一个纯白色的房间。校长告诉两人，这里叫做低语者，是他最珍贵的发明。随后让两人轮流坐在椅子上，戴上一个银色头盔，紧接着耳边就会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和他们进行交流。What do you fear the most? Not being understood. I can't help but think there's more. Not being wanted. Not being wanted at all. Thank you for that. You are wanted. You are home. 与此同时，凯特和康斯坦斯按照教授的提示来到雕像前，他们要破解教授的暗语。凯特和康斯坦斯来到雕像旁，准备解开教授的暗语，可马蒂娜突然出现，强行将凯特带走去练绳球。无奈下，康斯坦斯只能独自行动。这时，和对岸的钟声响起，向着钟声的方向前进。康斯坦斯来到岸边，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石头，一番寻找下，很快就让他找到了打开石头的机关。可他踩下后，石头却没有任何反应。晚上，康斯坦斯带着凯特来到这里，凯特觉得暗语里的新闻就是打开机关的方法。这时他灵机一动，北东西南的英文首字母拼在一起不就是新闻吗？按照顺序踩下后，石头成功被他们打开。随后两人走进密室，无意中偷听到校长和手下的谈话。校长提到了农场和森林，还有明天要进行某项实验，看来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晚上，凯特和康斯坦斯找到雷尼，两人商量。雷尼觉得农场和森林应该代表着某种东西，教授有可能知道是什么，但他们现在没有联系方式。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凯特不想再等下去了，他打算今晚突击密室，将里面的科学家都控制住。可雷尼觉得这计划太冒险了，现在还是先把农场和森林弄清楚，然后再找机会摧毁低语者。这时小黑提出，可不可以不要摧毁低语者？低语者本身并不邪恶，邪恶的是背后操控的人。看来经过上次的接触，小黑对低语者有了新的看法。这时学长突然出现，有信使任务让小黑去执行。随后，小黑被学长带到低语者这里。校长告诉小黑，你和低语者的匹配指数简直惊人，各种指标都创造了学校的记录。校长的夸赞让小黑第一次感受到被人认可。随后，小黑戴上头盔，按照校长的指示默念一段话，紧接着这段话就传到小镇居民的脑中，他们开始不受控制的抢购一款蓝色贝雷帽。与此同时，雷尼三人也开始分头行动。雷尼找到校长的养子小帅，从他那里得知这座岛上有片非常漂亮的森林，不过父亲不允许他随便去。在雷尼的再三恳求下，小帅偷偷带着他来到那片森林。雷尼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树林里隐藏着上百根天线。小帅说，父亲曾告诉过他，当天线被启动时，要离这里远远的，因为它们能让人患上肿瘤。 When is it going to be turned on? Tomorrow. 22 hours from now. 另一边，凯特借着练绳球的名义接近马蒂娜，从他那里得知管理层级别的信使要打扫服务器的机房，他们将那里称作农场。这时凯特注意到马蒂娜胸前的吊牌，那就是进入管理层区域的钥匙。随后凯特找准机会，偷偷将吊牌孔洞的位置点在手掌上，接着伪造了一把钥匙。晚上几人在宿舍集合，可却迟迟不见康斯坦斯的身影。这时他从天花板上跳了下来，头上还戴着一顶蓝色的贝雷帽。原来他白天坐船偷偷回到了小镇，发现小镇居民都在疯狂抢购这款帽子，这可能就是校长口中的实验，测试机器对人的控制程度。下一步可能就是控制全世界所有人。时间紧迫，众人就要去破坏机器。可小黑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果低语者真的那么强大，那么也可以向人类传播积极的想法，不用非要将它毁灭。 You're not thinking straight. You're not yourself. I'm more myself than I ever have been. I'm finally happy. Thank you, Colt. Shut up. I'm sick of you. Sticky. I've never heard you talk to anyone like that. She doesn't believe in anything. I pity you. We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Rainy. Leave him behind. No, no one gets left behind, especially when they're not thinking straight. Oh, I'm not thinking straight. I'm the only one here who is thinking. Fine. You want to hash things out? Go ahead. I've got work to do. Hey! Wait, you can't do it alone! 这个小女孩攀爬在悬崖边，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为了摆脱危机，她奋力地向上爬去，结果
就在几小时前，凯特孤身一人闯进秘密实验室，依靠灵活的身法，成功来到存放服务器的房间，随后拿出复制的门卡，成功通过了识别。可这时学长过来打扫卫生，凯特无奈只能先躲到一旁的通风管道。听到声音的学长过来查看，以为又是进来老鼠了。就在凯特以为摆脱危险时，不小心发出了声音。No, I'm a rat. Intruder. Intruder! 凯特拼命地向前爬去，最后从出口爬了出来。可往前走是万丈悬崖，两边还有围追堵截的追兵。无奈下，凯特只能趴伏在崖壁，暂时躲过了追兵。可就在他要爬上去时，一脚踩空跌落悬崖。大胡子是来接他们的。原来教授担心孩子们遇到危险，于是决定放弃任务，将孩子们平安地带回来。大胡子让凯特去通知雷尼他们，天黑后来这里集合。与此同时，雷尼叫醒睡熟的小黑，他们找了一整夜都没找到凯特，担心他出了什么事。可小黑现在一心只想佩戴低语者，丝毫不将同伴的安危放在心上，这让雷尼很是失望，转身就要和康斯坦斯去找凯特。You can. You'll miss breakfast. We don't care about breakfast. They'll notice. 随后三人来到食堂，发现这里多了很多巡查的人员。打听后才知道，昨晚有人试图闯入服务器机房，现在正在全岛搜捕。这时小黑才意识到凯特真的有危险，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他本可以试着阻拦或者和他一起去，但他却最终选择抛下同伴，这让小黑十分的内疚。就在三人准备去寻找凯特时，凯特平安无事地出现在餐厅，众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凯特向几人讲述昨晚发生的事，并通知他们教授要终止任务，派了大胡子接他们离开。Your undivided attention, please. Will the following student please come with me? Reynard Muldoon. 原来校长怀疑昨晚试图闯入机房的人是雷尼，可雷尼打死不承认，一直坚称自己昨晚在宿舍睡觉。这时安保队长走了进来，他们知道了闯入者的确切身份，不是凯特，也不是雷尼，是校花马蒂娜。因为机房有马蒂娜门卡的使用记录，马蒂娜就这样成了背锅侠。凯特得知很是内疚，于是偷偷找到马蒂娜，准备晚上带着她一起离开。马蒂娜由衷的感谢凯特，她将凯特当成自己唯一的朋友。可马蒂娜不甘心就这样离开，她要抓到那个陷害她的凶手，于是偷偷来到嫌犯消失的地点。一番寻找下，在崖边找到了他送给凯特的小绳球。与此同时，沃底斯人组准备按照计划撤离，可雷尼却要留下来，他要阻止校长的邪恶计划。其他三人也一样，他们也不甘心就这样离开。就这样，曾经险些分崩离析的四人组再次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这时，屋顶突然传来响动。I figured this might happen. You all want to stay. Would you mind helping me down, please? I'm stuck. Dr. Curtis! Tina. I'm innocent. What? What is that? 与此同时，雷尼几人正在制定突袭高塔的计划。先由小黑拖住低语者，然后凯特去寻找盐酸，用它来腐蚀机器。至于校长，则交给雷尼对付。既然校长和教授是双胞胎，那么大概率他也和教授一样患有发作性睡病。只要想办法让他大笑，他就会睡过去。随后几人开始分头行动，凯特和康斯坦斯去找盐酸，结果半路就被安保人员拦住，凯特被控制住，康斯坦斯则趁乱逃走。随后凯特被带来和马蒂娜对峙，他原本就对马蒂娜心怀愧疚，于是不等校长询问，凯特就主动承认是他做的，是他复制门卡闯机房，和马蒂娜没有丝毫关系。随后校长恢复了马蒂娜的职务，而凯特则要被带去清空大脑。就在这危急时刻，康斯坦斯从通风管道跳了下来。 I'm thinking the Mysterious Constant Society with Kate. I'll consider it. Thanks for coming back for me. You are a quality person. 另一边，小黑被带到低语者这里，虽然他已经醒悟过来，但还得装作被控制的样子，按照校长的要求复述低语者的话。随后声音通过森林里的天线传播到小镇所有人的大脑里，只不过小黑的内心产生了抗拒，他说的话不再有效果。校长感觉出不对劲，让助手去找替补信使。与此同时，凯特和康斯坦斯来到高塔下，通过钩索向上攀爬。这时守卫发现了他们，无奈下，凯特只能先将康斯坦斯送上去，自己独自留下来对付守卫。此时赶过来的守卫越来越多，他们将凯特团团包围。幸好大胡子及时出现，将凯特保护在身后。但双拳难敌四手恶虎，架不住狼多。就在这孤立无援的时刻，马蒂娜带领绳球队的队员赶来支援凯特。 He's my friend. My best friend. A person who believes in honor. These are the best of the best. And they do what I say. Yeah! Here for you, Martina.
大胡子趁乱将凯特送上高塔。此时在高塔上，雷尼3人正在跟校长对峙。雷尼对校长讲出笑话，成功将校长逗得大笑。可等了许久，校长也没睡过去。原来校长确实有睡病，但他的发病原因和他兄弟不一样。无奈下，雷尼只能使用嘴遁，试图感化校长，说他内心是个善良的人，做这一切不过是一时误入歧途。这些话成功激起了校长的怒火。You are a child. You have no idea what I've been through. You don't know me. You don't see me. I am not some weak, vulnerable, damaged person in need of self-healing. 原来校长的发病原因是愤怒。这时凯特也赶了上来，但他没能拿到盐酸，无法破坏机器，而校长也随时都会醒过来。这时康斯坦斯想到了办法，他戴上头盔，要用自己强大的内心摧毁低语者的意志。Got it? Oh. Have you ever wanted to be a part of something? What are you afraid of? No need for hostility. Is she okay? Disagreeable. Yes! Why can't you just go along? Why can't you just go along? Never! Why can't you just go along? 康斯坦斯将低语者弄短路，4个小孩成功的拯救了全世界。